万代的贾波罗基地破烂系列又上新了，这真是动画登场不到10分钟，魂线就已经搞出第3个了，把曾经的老素体又翻了出来，随便塞点东西改个颜色就能高价卖限定。本来其实是没打算入手的，但看着好像配件很多的样子，开箱也能看到竟然给了2层，也算是有点子良心。不过本以为会上吉姆2的现代化改修素体，结果还是用的老吉姆的素体。行吧，那先来超快速的看看可动。首先，除了抬头依然继承了90度的上仰，不管低头还是左右的侧摆幅度都变得几乎为0了。还好360度的转头是正常没有问题的。胸部依然是缩胸式前伸15度，平台也是老素体的正常180度垂直抬起，同时360度的垂直大风车也是没有问题的。360度大臂平转也是正常表现，曲轴也是一样的接近180度，小臂贴大臂，这些倒是不会随便阉割的。同时小臂的上段也可以360度的平转，还是老样子。最后腕部也是经典的短轴球冠范围摆动，腰部的后方有挂载点的限制，挺胸也有干涉，但即使是没有干涉，这个前后的弯腰幅度也是非常局限的。同样的，左右的侧摆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可动的空间，只有360度的腰部平转还是挺正常的，但这里还是会和下方的裙甲发生干涉。在转腰时，裙甲是难以上抬的，那正常的情况下，前裙甲可以上抬90度，侧裙甲有60度的侧抬范围，后裙甲就完全的不可动了，和吉姆2的素体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。腿部可动方面，依然是熟悉的下拉式前伸关节，前踢是超过90度的范围，侧踢也是这个素体标准的90度，后踢则是通过胯部前伸可以做到45度，也是标准的设计。大腿根部可以做360度的平转，最后是接近180度的标准联动屈膝。脚踝的设计是有点不一样的，首先前挡板可动，有一段拉伸关节连着一根长轴球冠嵌套进一个开槽里，让左右接地都有30度以上的槽中的活动范围。同时这个下拉很有吉翁系的感觉啊，可以像这样做90度的前翻，同样因为留足了可动的空间，向后翻也可以做90度打平，而脚尖则是老模具的轻微分离式上抬。总的来说，可动是有改进的，但不多。老素体是真的老了，只是为了凑个 MSV 的机体，犯不着450买它。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它这一堆附属的长枪短炮，虽然也没给个涂装啥的，但这样一摆出来的话，还是挺有感觉的。另外手型方面，除了本体的一对握拳手以外，还另外给了4对手型：握枪扣扳机手、放松张开手、幅度小一点的握枪手、特化的开掌手。OK， 那么我们就从设定开始，好好的聊一聊这些配件。RGM79SC 是1年战争中为了给王牌机师弥补吉姆低下的性能，根据老鸟们的建议，对吉姆进行全方位强化的改造机体。虽然说是改造啊，但升级是全方位的，高性能化也使得生产效率的低下，最终只造了数十台及进一步改进型就进入到了阿巴瓦空战役。战后的一部分也配备到了贾波罗的基地，但在0087年已经是老爷机了，即便加装了线性座椅和全周天驾驶舱，也依然是跟不上时代的。但在1年战争时期，其性能却可以匹敌高达。虽然名字上带了狙击手啊，但这台机体从格斗战到火力、装甲防御等方面都做了高规格的改装。有人说 Sniper 的名字寓意其实是橄榄球里的那个位置，这个没有考证到相关的资料啊，但是还是挺有道理的。那说具体的改装呢，首先是头部，这里其实并没有安装狙击用的高精度传感器，虽然有升级到传感器和测距的系统，但真正狙击时还是需要枪身配备高性能的传感器做联动，而头部的这个黑面罩就真的只是个黑面罩而已，翻下来主要是为了在白兵战的情况下保护传感器用的。如果要问为什么狙击的时候面罩要降下来，可能真就是为了单纯的帅吧。问题我觉得这个造型也很丑啊，防止狙击时被喷流的溅射，反正高达的事情不用搞那么陡。真正有意思的是，这里的这个没用的面罩是可以取下来的，还原出改修前的吉姆头的样子，这个我就很喜欢了，不错的设计。另外还附属了两边的耳朵的替换键，切换成吉姆时要把这2个小耳朵给装上去。虽然后期的众多改装机体依然沿用了面罩的设计，但真正的原点还是这台萌萌的吉姆头。另外设定中追加的短距离通信用的天线，玩具里也多给了一个替换键。接着来看到上半身，胸部的散热口和腰部的2片黑色装甲都是新增的强制冷却装置。至于为什么追加了那么多的冷却的部位呢？首先来看到这个修改后的背包，不仅取消了光束键的基座，背包下方的推进器也改成了叶片式的装置，上方直接新增2门姿态治愈式喷口，并且喷口是具备一定的俯仰可动角度的。而单该推进背包的推力就等于一台钢加农的总推力。那既然能同时搭载这么多的推进器，核熔炉的出力自然也提升到了1390千瓦。如此高的出力，吉姆的老框架有可能无法负荷，因此增加了很多的散热器。另外胸腹部驾驶舱周围的装甲也增加了厚度。
另外，膝盖以下的腿部则在吉姆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修改。首先，膝盖甲的这个叶片格栅结构就是新增的辅助推进器装置，而小腿肚后方更是追加了4具大功率的辅助推进器喷口，和背包的喷口一样，这里的喷口也都具备一定的俯仰可动性。这里玩具也是做了还原的机构，我个人来说还是很喜欢这里的处理方式的。除此之外，脚底也安装了同样的喷口，并且这些喷口都是可以插蓝色的推进特效的，虽然是给了4个，但是这机身上的喷口数量也实在太多了一点，这与其说是狙击手啊，不如说这是强袭型吉姆。另外2个小腿的侧面还增加了武器的挂载点，这里就要用到那对配件里面的连接件了。首先用这个 L 版可以搭载的是这个双管和单管的光束喷枪，这种枪是吉姆的标准武装之一，这玩意儿的光束收束率极低，大气圈内衰减过大，散热率也不高，于是在战争的后期出现了这种双管枪的版本，只在攻击时交替射击，避免过热。另外这2把枪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搭载的，比如在屁股的后面加装这个转换连接件，接着再插上原本腿上的连接件，然后就能把光束喷枪给背到背后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挂载的，比如这面经典的联邦 MS 通用抗光束盾牌，通过加装这个凸起的连接件，就能将光束喷枪给装到盾牌上了。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挂在腿上。另外腰部的裙甲也是有这种方形的挂载位点的，把腰部的方形插装拔下来就能看到。不过这里展示的是另一种武器的挂载，由波瓦公司研制的 XBP-S79B 折叠光束手枪，当前还是折叠的状态，握把处还有一个向内的方形插装，那也就是说这东西同样可以挂载到小腿的2侧，这还搞得挺通用的。虽然说是折叠枪把，但是R魂还原不出来，所以这个折叠握把的结构改成了插拔式的。设定中这种枪的功率非常的低，虽然也能装光束特效，但甚至难以击穿装甲，一般用来打爆敌方的监视器，自卫式的快速脱身，说到底也只是一种自卫用的武装罢了。那另外说到自卫啊，这面联邦制式的盾牌也是高达的同款，不仅可以通过手持握把的方式搭载，也可以替换成腕部的连接替换件，通过小臂外侧的孔洞进行连接。我个人是更喜欢手持的方式的，可以很自然的摆出举盾的造型。除了高达同款的盾，还给了骡子同款的快乐筒，后方的预留孔洞也能插特效件，只不过筒身上没有再做白色分色零件，搭载方式也是插到屁股上，用的也是经典的火箭筒 C 型扣。该武装在1年战争时期尚属大破坏力的装备，虽然只有4发的备弹，但是对于摧毁机动性差的大目标非常的有效，比如说战舰。那最后登场的就是该机的标志性武装了，也是最后一把可以挂在屁股上的武器，同样是通过一个专属的连接件连接，需要卡进枪托靠近枪口一侧。这便是波瓦的 B2S85L3 型光束狙击步枪，该枪产于大战的末期，而且运行非常的不稳定，虽然有点难产，但是成品的光束收束率极高，命中精度也非常的优秀，所以该枪也很受老鸟狙击手们的青睐。枪顶同时也装备了高精度的辅助传感器。不过有趣的是，优秀的枪机设计自然是不能浪费的，于是这把狙击枪还能进行模块化的魔改，拔下枪头和枪尾的辅助枪托，就能换上这个小的枪尾和短的枪口，从狙击步枪摇身一变变为普通的光束步枪。这个可以横向翻起的辅助握把的造型也很像元祖的那一把步枪，很难说这不是故意而为的设计。而最后的最后，也是我最喜欢的这台机体的武装了，就是这个右臂上的小盒子。我一开始还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合适的光束军刀单元，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设计非常的科学啊。首先一来这种设计不需要手持，所以在拔剑的时候响应速度会快上很多。要知道在战场上高手拔剑的速度可是会影响生死的。另外由于机体需要狙击，对于突袭的进阶战斗可以腾出一只手拿枪，另一只手直接出剑招架攻击，曾经在漫画中也出现过，就像这样，而且这样出剑真的是很帅呀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狙击吉姆特装型的机设内容了，也是本款所有配件和细节的介绍了。虽然出的是贾布罗基地版，但这实际就是找个机会变相再版冷门机体，而且说实话武装配件给的足够丰富，玩点也很多，但我还是觉得420多的价格是偏贵的。喜欢冷门机的可以入，但如果不认识这个家伙，或者是把它和另外这2位搞混了的话，那还是算了吧，反正都有狙击枪，买谁不是买呢？谁便宜买谁。好了，那么本期测评就到此结束了，大家记得点赞投币收藏哦。